此剑名辟水，乃是大禹治水的三宝之一。剑身柔长，可在内力的作用下弯曲如蛇，于不可思议的角度下击杀敌手。碰撞时音如滴水，动听悦耳。搭配碧水剑法又快又密，重者伤口似被如刀细雨刮过。如此名剑，又会引出一段怎样的故事？800年前，有天竺僧人罗摩来到中原弘法，悟法19年，练成绝世神功。罗摩圆寂后，遗体被人盗走，分为2节。世间传言，罗摩遗体蕴藏妙法，得知不但可修成神功，甚至能够肢体再生。江湖最神秘的暗杀组织黑石也对此志在必得。传闻半具罗摩遗体被当朝首辅张海端所得，黑石组织遂派3大顶尖杀手细雨、雷宾与彩戏师率领众多杀手血洗张府。细雨则是带着半具遗体就此消失，心腹携宝叛逃。黑石首领转轮王怒不可遏，召集大批江湖杀手，发布悬赏令，欲除掉细雨。自此，细雨所过之处尽是杀手恶客，虽凭借名剑辟水与绝世剑法无人可敌，然而江湖是条不归路，一旦踏上便再难抽身离去。为了躲避无休止的追杀，细雨找上为人易容治病的李鬼手，以重金请求其为自己换副容颜，从此不再杀人，退隐江湖。至于缘由，还要从血洗张府说起。那夜，他正欲带着罗摩遗体出城，撞见未死的首府之子张仁凤，挥剑将其斩杀后，正要离去，一个带发和尚拦住了他，乃是迟来一步的陆竹。之后，心存度化的陆竹与细雨纠缠了3个月。陆竹身为少林不世奇才，佛法武功俱是第一，时常用一双银筷与细雨对决，令得细雨向来依仗的辟水剑法也无可奈何。经过多日交锋，陆竹指出他的辟水剑法尚有缺陷，遂手持银筷，将自己悟出的4招剑法传授于他，最后更是以自身性命为他度化。细雨也遂了他的愿，准备隐居避世。经过李鬼手施下换脸之术，3个月后，细雨换了一张脸，从此化名曾静，葬下过去，在京城中租下一间房子，从此愿做贩布小民，就此终了一生。但世间总会有不期而至的相遇。京城中有一带人跑腿的快递员，名叫江阿生。自从街头小摊前的惊鸿一瞥，每当下雨天，总会风风火火地出现帮他收拾货物，也总会不经意间偷偷看他。时而2人在同一屋檐下避雨，茫茫雨幕下，2颗心在不断的接近。之后在媒人的牵线下，2人顺理成章走在一起，自此粗茶淡饭，相濡以沫。日子虽然平淡，却充满温馨。然而意外总会突如其来的发生。这天，夫妻2人来到钱庄取钱，撞见了一伙恶匪，上来2话不说便点了所有人穴道。待轮到江阿生时，曾静在后轻击膝窝，致使点在其身上的力道软了几分，自己也佯装中招，软倒在地。忽闻手下报信，衙门差役即将来到，领头人便叫手下杀人灭口。江阿生竟是踉踉跄跄站起了身。情势危急下，曾静只得出手救夫，未曾持剑，只是赤手空拳与匪人对战，却还是会不自觉使出曾在黑石的武功。所以为了不让他们记住自己的脸，将所有匪徒刺瞎。之后，曾静将丈夫带回家中，心知再也瞒不住的她本欲开口，却是被江阿生抬手制止。无论她曾经是何等身份，她只知道如今她是自己的妻子。曾静也顺势不再言语。哪知黑石将匪人领头自牢中提出，首领转轮王更是亲自追查。身为曾静见到恩师的他，通过复盘得知了他的武功路数，确定了他细雨的身份，随即命手下发出信号，召集麾下3大金牌杀手进京。喜欢在屋顶晒面条的雷宾，凭借一根神线索来无影去无踪的彩戏师，以及替代细雨的新人叶占清。此女生性残暴，因不满媒妁之言，于新婚之夜藏刀杀死夫君全家，随即被转轮王救出，精心调教。次日，曾静回到家中，桌上多了3块黑石，知道自己已经被黑石发现身份，便用迷烟将丈夫迷倒，取下了藏在房梁上的辟水剑，打开所有门窗，静候杀手寻来。半夜，3大杀手带着一众手下上门，一眼便认出了他细雨的身份，因为脸可以变，气度却变不了。正待双方剑拔弩张时，转轮王适时出现，声称只要曾静交出半具罗摩遗体，再帮他夺得另外半具，就可以放过他与丈夫，不然便屠尽与他相识的所有人。曾静被拿住命门，只能同意，前往城外的云和寺，将所藏的半具遗体拿出，与彩戏师来到钱庄。
因黑石得到线报，这夜钱庄主人要与崆峒派紫青双剑交易另外半具遗体。眼看紫青双剑人心不足蛇吞象，竟是钱财遗体都想要，反倒便宜了曾静二人。等到曾静寻迹追出，彩戏师早已将双剑中的女子解决，夺下了另外半具遗体。未料彩戏师竟突然反水，眼见遗体在手，就要据为己有。转轮王等人适时出现，彩戏师当即就要策反雷斌与曾静，欲集结3人之力共杀转轮王。曾静不愿再卷入争斗，放下自己带来的半具遗体就要离开。不料叶战清突然出现，执意要与这个前辈过招。剑与剑不断撞击，剑势如风，迅疾的同时饱含杀意。彩戏师则是拔出双刀，双手一挥，令刀锋浮现一层烈焰，近身与转轮王捉对厮杀，一时间竟与转轮王斗了个旗鼓相当。唯有雷斌未曾出手，一直旁观，内心似是极为挣扎。但他并非孤家寡人，想到自己的妻儿，他不敢赌，射出飞针拦下想要逃走的彩戏师，接着手持短刺杀向曾静，招式间不时混杂着刁钻的飞针，正是他作为金牌杀手的可怖之处。与此同时，彩戏师已经尽落下风，挥舞斗篷招来火旋，阻拦对手视线，却还是被转轮王一剑刺穿左肩。正欲用无往不利的神仙锁穿命时，却还是在半路被转轮王一剑穿身，绝技神仙锁就此失传。至此，场中只剩下了曾静。未料转轮王早已背向后手，当初教授曾静辟水剑法时，就在其中4招留下破绽，让得本与他相差无几的曾静立马落入下风，甚至其手中的辟水剑也被打落，拼尽全力才逃得性命。等到她回到家中，告诉丈夫赶紧逃命，若是自己没有追上，关于她的一切都埋藏在云和寺。话音刚落，便因失血昏厥。贾阿生却是未逃，只是将妻子放在床上盖好被褥，将所有门板拆下，一如之前曾静所为，接着便开始挖地砖，只为找到自己藏了很久的剑。前来灭口的雷斌与叶战清走入屋中，看着这个从未被他们放在眼中的人做着奇怪的举动，叶战清以剑点指，言辞轻蔑，贾阿生却依旧面色淡然，转身打开土中剑盒，取出双剑中的白柄剑，却是宝剑蒙尘，锈迹斑斑，引得雷斌二人一阵嘲笑。贾阿生却不管不顾，临阵磨剑。随着磨剑声越来越大，雷斌逐渐面色凝重，射出飞针试探，也被贾阿生挥剑挡下。飞针与剑碰撞，发出阵阵金玉之声，随即长剑磨下最后一击，一段剑鸣不绝于耳。贾阿生挑来布匹，抹去锈迹，不得不承认，所有人都看走了眼。旋即，贾阿生以剑提剑，剑名参差，曲意参差不齐，剑身一长一短，一黑一白。看着这似曾相识的两柄剑，雷斌不敢置信，想起了曾经被黑石所杀的首辅之子张仁凤。当初张仁凤被细雨一剑穿心，常人必死无疑，他却因心脏天生长在右侧，险死还生。经过李鬼手医治与易容，这才成了如今的贾阿生。在场杀手皆非他敌手，一旁的黑石杀手被他尽数斩杀。雷斌射来飞针被贾阿生挡下，抵住飞来的桌子，射出最后一枚飞针，却被贾阿生极限躲过，反被一剑刺在心口。叶战清则是向曾静扔出辟水剑，自己向着窗口逃去。虽然捡回一命，但却还是被贾阿生剑气所伤。待回身时，雷斌也不见踪影。原是临死前还想再见妻儿最后一眼，吃着妻子为自己留的面条，脚下鲜血已流了一地。而暴露身份的贾阿生不再隐藏，先是将妻子送到李鬼手处疗伤，再来到转轮王一处隐秘住所，将罗摩遗体盗走，随即来到皇宫找到转轮王。谁能想到叱咤江湖的黑石首领真实身份竟是一个九品太监，费尽心思抢夺罗摩遗体，只为重回男儿身。贾阿生以罗摩遗体为引，与其约定在云和寺决一死战。罗摩遗体是他重为男人的希望，为此转轮王只能应约。而贾阿生则是来到云和寺，将曾静所藏物品取出，终于确定了他细雨的身份。当秘密揭开，也就不再是秘密。贾阿生率先翻脸，一点点讲出实情，说出自己心脏在右的隐秘，说出自己为引出黑石组织故意接近他的真相。剑尖直抵咽喉，却是怎么也落不下去。往日相处的点点滴滴绝无虚假，任谁都能看出他心中的不舍。
曾静明白了他的心意，趁江阿生不备，点了他的穴道，喂给他能在几个时辰内气息全无的归西丹，接着一剑刺在他左胸。常人必死，可他心脏在右。待转轮王来到此处，至于叶战清，因发现他太监的隐秘，嘲讽的同时就要拿钱走人，却被愤怒的转轮王瞬息制住，生生被其活埋在石桥之下。此时看着地上生机全无的江阿生，虽然心有疑惑，却并未理会，罗摩遗体才是他的首要目的。曾静适时持剑出现，言称他永远不可能弥补缺陷，注定就是个九品太监。接连2次被挑开伤疤的转轮王当即暴怒，曾静奋力抵抗，但剑法武功俱是转轮王传授，剑法破绽更是为对方所留，是以处处受制，伤痕不断增多。辟水剑更是在一招不慎被对方夺下，重伤倒在江阿生身旁。转轮王则是要向他展示真正的辟水剑法，曾静则是想起陆主所教他的4招剑法，拔出江阿生身上的参差短剑。这4招剑法既是补全，也是克制。转轮王一时不察，未曾发现曾静换了武功路数，每次交锋都会在自己身上留下剑痕，直到曾静一剑刺在他的心口，这才不敢置信地看着曾静。万万没想到，成也辟水，败也辟水。曾静则是伤势过重，倒在江阿生不远处。清晨，旁观所有的江阿生这才恢复，看着倒在地上的妻子，心如死灰，却惊喜地发现曾静尚有生息。这一刻，所有的仇怨都灰飞烟灭，他只想陪着她共度余生。2道身影离开寺庙，从此共话桑麻，相守相依。